从锁骨头的下边往后画一个圆面，然后是胸骨，胸骨就是胸腔的朝向，胸腔下端的开口要打开一些，不要向中间聚拢。这是胸腔的基本造型，差的不多，主要是下端开口这里要注意一下。注意好手臂，也就是肱骨的指向，它的朝向，有了一个相对较准确的胸腔结构，然后我们再去添加它的肌肉结构，保留每一个结构，这样的话好去理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。在画这个的时候呢，要着重去考虑它的外形，就是在照片中能看到的这个形状，再把看不到的地方去补全。补的同时呢，你就再去会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，重点是交代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，谁压着谁，谁挡着谁，谁遮着谁，谁在前谁在后。颈部呢不要太长，判断好这个柱体的朝向，通过这个圆面的大小交代。它这个颈部呢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横截面。注意一下，按这个标准、这个方法、这个逻辑去画，这是一个搭建结构的逻辑。这张整体来说还不错啊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突兀，有点花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你眯起眼睛还是看不到这么突兀的这种小造型的。这里要是加了暗面的话，手臂底下这里啊，就也得加，它才能够整体，才能够统一。这里的第二张图啊，这个手臂这里明暗交界没有这么清楚，一定要注意明暗交界的虚实变化。这个面都是要含在一起的。然后这里是反光，这里是投影，这里是手臂的反光，这里是背部的明暗交界。明暗交界呢，正好在它这个斜方肌上面。这里是一个灰面，它最受光这个地方最亮。明暗交界呢，不要画太平均，而且这个明度关系啊，要考虑清楚哪些是背光，哪些是受光，哪些是反光，哪些是亮，哪些是灰，哪些是暗，不然的话呢，容易画乱。首先是基本型啊，这个肩画太高了，看一下照片啊，从这里上来，这个斜度是多少？上去多少之后接脖子，脖子是一个微微朝前的圆柱，从后边的视角看能看到它横截面吗？肩胛岗、肩胛骨内侧缘确定了之后，小圆肌是去向后边的，从大圆肌和小圆肌之间穿出来的是肱三头肌的这条轮廓，大圆肌是往前去的。那它的斜方肌在肩胛骨上没有遮盖到这儿，没有这么大。胸腔的基本形状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比较靠近体表的，下端的开口应该是打开的、扩开的。这边同样是肩胛骨的问题啊，肩胛骨上面的肌肉，在照片上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轮廓，在这样的轮廓上去分析它的解剖结构的话，近三角肌轮廓大概就在这儿，这里露出来的就是冈下肌。跟着冈下肌的小一点的，这就是小圆肌，它们都结束在这个位置。再出来就是手臂的轮廓，然后再往下就是大圆肌，它们几块肌肉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。胸腔后端开口它也是往上去的，只不过没有前面的开口这么高。斜方肌是结束在这里的。第一个锁骨怎么画成了这个样子？锁骨应该是这样的，不是直的，不是这个形状的，它是一个拉长的 S 型。这有两个弯的，下面这个锁骨也是相同的问题。然后大转子的这里，从前面这角度看，先看一个从侧面角度吧。从侧面的角度，这个是股骨头，这个是大转子。那么股骨颈是怎么走的？股骨颈是朝后走的，从侧面看才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从前面的视角看，这是股骨颈，然后这个是大转子，这样才能看出来它是往后走的。简化处理呢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基本的方向呢，要再准确一些。这个膝关节，这是应该是锤子头的侧面，因为这是一个内侧的视角，胫骨和锤子头应该这样衔接的，然后髌骨。内侧的话看不到这么多的腓骨，然后这边的外侧没有画腓骨。